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可爱呆博士啊和姚教授的论文啊终于投了啊，我们可能不少朋友在知乎上已经看到了回复啊，有朋友对习老师说呀，说呆院找我给您带个话啊，投了吗？然后姚教授啊也回了，但是他回的标题是很有意思，他投的标题叫 Near Room Temperature 近室温的这个麦斯纳效应的观察到。那他后边也解释了，他说呀，可以这样理解，人类啊还没有仪器能测到理论上严格的这个麦斯纳，所以加上 possible 啊，表示对自然这个复杂和敬畏等等。那实际上从过了新年之后啊，这个一直到今天上午啊，就是1号几乎是没有放论文的。archive 今天呢就洪流就来了，第一篇论文我们刚介绍过，是浙江大学一个美女博士生做的一个关于这个经济类的一篇论文啊，它是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大数据研究的论文。那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今天啊我统计的到12点前头一天实际上是第二天了，1月2号一共上传了00852，就852篇论文，那就是美国时间的1号啊，852篇论文，851篇啊这是第851篇，一篇高能物理的论文。大家看00852是不是就变成 not found 了，是吧？所以呢800多篇论文这一天上传到档案库里边啊，所以呢我估计啊archive 他们去年年底啊是有不少存货啊，有不少欠账，所以就赶紧往外放。那这其中啊，我大概统计一下有关超导的论文啊，仅仅提到 superconductor 超导这个词儿或者 superconductivity 超导性的这个论文就有13篇左右。所以呢，这个今年啊，2024年啊，这个科研界投论文的内卷程度会继续加剧，不信咱走着瞧。那现在呢，戴院和姚老师的这个论文啊已经投了，我们就拭目以待了，看看这个近室温的麦斯纳效应是如何实锤和确证的啊。那讲完这个凯呆博士的论文啊，我们今天要讲今天说的主题了，就是又有一篇关于 LK99 的在正刊发表的论文发布了。这个论文啊，其实之前我们讲过，有的朋友可能还有印象啊，就是这一篇在 archive 上9月28号，我们当时也做过一期视频，专门介绍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的这篇论文。我们看看之前的这个视频，简单看一下。毕竟在宁波吧，离我这儿还是很近的。这篇论文啊是中科院的这个磁性材料与器械重点实验室，实际上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材料工程研究所啊，这个就在宁波啊，这个范围这个区域还是很大的，这一片7、8栋楼啊，很大的一个研究所，中科院在宁波的一个重点单位。实际上手撕石墨烯的那个哥们儿啊，诺贝尔奖获得者也经常来这个所。我看到过好几次报道，宁波当地的公众号报道，并且他对这个室温超导啊也给出了他自己比较乐观的意见。那这次呢，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工程研究所呀就发表了这篇使用机器学习方法理论研究LK99 的这么一篇论文。好的，这是当时跟这篇论文做的一个简单介绍。这篇论文啊，现在已经上了 Physics Review 的这个正刊，这是刚刚发表的时间，26号发布的啊。那么这个论文作者啊，这个何日，他应该是一个博士生吧，或者是材料所的这个博士后。那么通讯作者啊，钟志成老师，这是一个渡劫期至少的渡劫的长老啊，也快接近真仙级别了。这是他的谷歌数据，也是一个非常创造力啊，正处于这个发展的急剧上升阶段的这么一个中国的材料研究的科学家啊，钟志成教授。那么这篇论文啊被 archive 上刊登之后啊，这个只有一个版本 V 啊，没有更新啊，没有 V2、V3 这样的，他就再发了，说明他们对于他们研究的内容啊各方面还是比较笃信的，修改呢应该也不大。因为我没有这个 Physical Review 的账号，所以我给大家看的还是预印版的论文啊。好的，我们再看一下论文的摘要啊。说最近啊，李等人声称啊，他们在铜掺杂的铅磷灰石中啊，实现了观察到室温正常压力下的超导性。研究表明呢，
铜的掺杂引起了化学压强，导致了铜氧铜原子柱的结构收缩。这种独特的结构促进了 C 轴方向上由氧原子接到的一维电子传导通道，这可能与超导性有关。这些氧原子占 C 轴方向上等价位置的1/4，表现出 0.8 电子伏特的低扩散活化能，表示这些等价位置之间存在扩散的可能性。在此我们是与机器学习的绅士模型预测，在 500K 下4G 帕压强可以在铅10磷酸6氧中诱导1/4占据氧原子沿一维通道的快速扩散，而铅三角形和磷氧4的四面体框架保持稳定。计算结果表明铜掺杂可以提供适当的有效化学压强，这表明呢一维粒子扩散通道甚至在铅9铜磷酸6氧中的常压下也可以出现。我们的发现表明，一维离子扩散通道可能是影响掺杂铅磷灰石制备和电性测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有意思了吧？这个论文是9月28号 Archive 上发布，12月26号在 Physical Review 上发布，这可是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他认为就是这个离子扩散就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看到了吗？就这个上面的蓝线就是所谓的一维离子扩散通道。他认为铜掺杂引起了这个结构的强烈变化，造成了室温超导的可能性。这是在应该说也是物理顶刊上发表的关于铅磷灰石铜掺杂之后发生室温超导可能性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论文。大家知道宁波材料所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实力的但是钟老师包括这个新型材料这块也发表过很多论文。就这个图也是看得很清楚了那现在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论文的结论。论文的结论呢，我们之前也就和有一些东西也在引言里有，但是结论呢说的就更明确了，说总之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的绅士模型来描述能量和动力学性质的铅10铜磷酸6氧，就是 LK9 的母象，它具有 DFT 精度，在 PBE 级别。然后我们使用 DP 模型模拟温度驱动的固液相变，发现六方向在 1200K 时变为无序状态。更重要的是DPMD 模拟预测压强诱导1/4占据氧原子出现强烈的各项异性扩散，导致 500K 和4G 帕下氧原子沿 C 轴一维扩散。然而呢，铅2三角形和磷氧4四面体框架在压力下保持刚性。那根据 DFT 计算铜掺杂在常压下生成了铅的三角结构的收缩，相当于 2.4G 帕的水压。这表明压强和掺杂剂将有利于在特定材料中纳米级别的各项异性的离子运输。压强诱导的各项异性运输为创新微电子器件的设计打开了可能性，比如原生质物质电化学离子突出。那么这篇论文所使用的所有的输入文件、最终训练的数据集和 DP 模型文件可以在 AI Square 网站上获得那这个网站我也打开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打开的这个 AI Square 网站，确实是有他们的实验数据的。大家登录之后可以下载，我已经下载了，但是我还没有安装这个软件的没安装那个深度学习软件的。这是钟老师钟日成教授他的核心内容呢，就是认为铜掺杂理论上它可以就是模拟 500K 和 4G 帕下氧原子的扩散。就是虽然是室温，因为铜掺杂之后呢，造成了内部的强的压力，就导致了室温超导的可能。那当然了，论文中并没有明确的说到底导没导，怎么实现的室温超导没有说，但是呢，它毕竟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它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这个表征了这个铅10磷酸6氧它结构的稳定性以及这个一维氧原子的扩散通道行为。这里边呢其实有好多图是很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图氧原子呢会随着这个沿着 C 轴一维扩散通道扩散。哪个是 C 轴这个蓝色的这个小的坐标这个看到了吧？A、B、C，A 是红色的， B 是绿色的， C 是蓝色的。垂直方向就是 C 轴方向，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
这个图啊，右边这个图实际上就是扩散了。那这是室温下的这个铅石磷酸六氧，就是铅磷灰石的这个结构的情况，可以看到呢，它没有大的变化，是吧？在室温下呢，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晶格还是比较稳定的。那么在掺杂之后就发生变化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里边，就是这是在室温下的，在室温下氧1和氧2的这个 MSD 啊都保持一个比较小的常数，说明这个氧原子啊只在局部区域振动，没有发生明显的迁移。那在4G 帕的压强下呀，这个氧1的 MSD 仍然保持不变，但是氧2啊沿着这个 C 轴 MSD 随时间线性增加，说明发生定向扩散，也就是在 C 轴方向上发生这种跳跃的迁移。看到这个蓝色的了吧？这就是沿着 C 轴方向。那这个图啊，它不是俯视的，我们再看一下俯视的图啊，这是一个更大的啊，可以说在更大范围内它的这个异位离散的通道。这个蓝色的线就是所谓这个氧2的这个迁移。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啊，我看看啊。这个图，对，这个图看到了吧？这个图上就看得比较明显了，就是这个铅的这个三角形，这反向排列的看了吗？一个朝这个方向，一个朝这个方向，反向排列中间有个占据1/4的这个氧原子的这么一个结构。那在掺杂之后呢，它就形成了这些氧原子呢，它就形成了一个通道，定向扩散，沿着 C 轴方向定向扩散，就是这个图了，看到了吧？这些三角形中间的占据1/4的这个氧原子就定向扩散，而这个扩散，这种异位扩散的这个通道行为呢，就可能造成一些可能的室温超导的变化啊。这里边呢，其中呢主要就是说，在铜掺杂之后啊，晶体结构整体收缩，特别是铜、氧、铜的异位链段沿着 C 轴收缩。这时候呢，就引发了向内的化学压强反应，相当于在纯的铅石磷酸六氧啊施加了 2.45 G 帕的外加压强，1 G 帕就是1000个兆帕，对吧？那就相当于多少啊？2450兆帕的这么一个压强啊，正是这种来自铜的这种掺杂的内化学的压强，减小了氧原子之间的这个迁移的这个势力，因而呢就激活了沿着 C 轴的扩散通道。如果没有铜的掺杂啊，仅仅靠外加压强来触发氧的这个异位扩散，需要的关键压强需要达到4 G 帕。所以呢，这个论文就认为铜的掺杂产生的化学压强反应引起了氧原子的定向扩散行为，这就是铜起到的关键作用。当然了，除了这个铜掺杂引起的这个压强这个效应吧，就适当的温度也是开启扩散通道的重要条件。所以在两者这么结合的情况下，就使呢这个铅石磷酸六氧出现了异位氧离子扩散的这种特殊的现象。所以这就是这篇论文啊发表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给大家做个介绍。那有的朋友可能好奇了，比如我们民科这帮啊，我们在家里边手做 LK99 的，哎呦，那要是我边烧我边加压力，是不是能更好啊？这效果大家不要想了，这个G帕呀，我觉得我们在家里边是实现不了的。你就说我们用金刚石，比如金刚石了，用不锈钢的螺栓螺母，就使劲用这个螺旋的压力来顶，也大概顶能到1500G帕，1500兆帕，G帕到不了。所以呢，你使用扭矩工具很难能达到这个G帕级，你只有用这个金刚石压力砧板啊，比较专业的设备才能达到。所以这里边呢，人家已经讲明白了，你不用压力就能实现这个压力下能实现的效果。实际上现在大家知道这个这种各种各样的氢化物的加压下的这个超导研究，就是现在主流在做的，加了多少个G帕压力，在那种
紧紧的这个超高压下，上百万个大气压下，甚至实现了超导。但是人家通过铜掺杂，哎，现在看起来，起码这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就实现了这么一个效果。你说它巧不巧？哎，这就是我们坚定的认为室温超导是有可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很快凯呆博士和姚老师的论文呢，就要揭示他们观察到的明确的这个麦斯拉效应那观察到这么明确的现象，如果再加上低场微波吸收的这么一个测试，那你没有别的解释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相当于实锤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1月份可能都不用到3月份，1月份都可能会非常热闹。那好的，这是关于宁波所这个一篇这个关于异位通道这氧扩散通道在这个铜掺杂前灵灰室中的研究的论文，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您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次再见，拜拜。